女人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，也就是月经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有很多忌口的，尤其是下面这两种水应该尽量少喝，要不然会影响子宫健康哦。第一个，咖啡。虽然喝咖啡可以提神，但是对于月经期间的女性来说，还是少喝为妙，因为咖啡会促进雌激素分泌，影响子宫和卵巢的健康，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闭经的情况。第二个，茶水。很多人都有喝茶的习惯，但是对于女性来月经时是不建议喝茶水的，因为茶叶会影响铁元素的吸收，时间长了容易使经血量变得越来越少。虽然女性月经期间不可以喝茶，但是月经走后可以适当的喝一些玫瑰花茶。玫瑰花茶有活血调经的作用，对子宫和卵巢健康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哦。生活中有些人比较急躁，又由于压力太大，所以出现肝火旺的情况。那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？大家可以试试用两物泡水喝，对降肝火有帮助。第一种，菊花泡水。菊花是4君子之一，很多人都喜欢。其实菊花不仅有观赏价值，还有很好的清肝明目、降火润肺的功效。肝火旺的朋友用菊花泡水喝，可以加快肝脏代谢，有很好的降肝火、养肝护肝的作用。第二种，柚子皮泡水。柚子是生活中常见的水果，有清热降火的作用。其实柚子皮也有同样的效果。经常用柚子皮泡水，有降肝火、止咳平喘的作用。大家可以睡前藏最爱的2种食物，没事吃2口，养肝护肝，肝病绕着走。第一种，绿豆。大家都知道绿豆有清热解毒的作用，是养肝的好食物。绿豆中含有丰富的酸性物质，可以增强肝脏的排毒效果。经常喝点绿豆汤，有很好的降火、保护肝脏的作用。那绿豆汤的做法很简单，先将绿豆洗干净泡1晚上，然后取出来放到砂锅中，放入适量的水，用中火慢慢的炖煮。等到绿豆开花了，再放入一些冰糖，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。第二种，苦瓜。苦瓜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了，营养价值也很高。生活中适当的吃一些苦瓜，可以促进肝脏排毒，有很好的清热解毒、降肝火的作用。但是建议大家不要吃的太多，不然对肠胃健康不利。俗话说，药补不如食补，所以上面给大家介绍的这2种养肝护肝食物，大家可以经常的吃一些，都是护肝的小能手哦。肝脏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身体也会垮下去。其中肝硬化就是比较常见的。若不想肝脏硬化，平时要少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发霉的食物。食物如果放久了，就可能会出现发霉的情况，这时一定要扔掉，因为发霉的食物会产生黄曲霉毒素，容易给肝脏带来损伤。第二种，蛋黄。蛋黄中含有很多蛋白质和脂肪，若是肝功能不好的人吃了，容易给肝脏增加负担，对肝脏健康不利。那如果想要养护肝脏，可以常吃一种食物，蘑菇。蘑菇是生活中常见的蔬菜，蘑菇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铜、铁、硒等元素，经常吃有助修复肝细胞，提高肝脏功能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话说，胃是喇叭，肝是哑巴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我们是感觉不到的。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腿脚的一些表现来得知肝脏是不是出问题了。热门有3个异样，表明肝脏还不错。腿脚僵硬不灵活。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，会发现自己的腿关节变僵硬了，腿脚也不灵活了。其实这可能是肝气虚弱的表现，这时需要好好的养肝了。腿总是无缘无故抽筋，很多人腿抽筋认为是缺钙了，其实还可能是肝脏不好了，因为肝主筋，如果肝脏不好，气血不通畅，腿就容易抽筋，所以大家也要留心。脚底发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脚底，若是发现脚底异常发黄，这也可能和肝不好有关，也要多注意休息。但很多人都饱受肝病的折磨，比如肝硬化。其实当肝脏出现硬化的时候，我们的双手会有一些表现，大家要留意。第一，看自己的手指甲，大家可以伸出手摸一下自己的手指甲，如果指甲有凹凸不平的竖纹，并且竖纹有发黑的迹象，就可能在提醒我们肝脏发生了硬化，要多留意。第二，看手的大小鱼际，大鱼际在大拇指根部这里，小鱼际在手掌内侧，那小拇指尾端凸起的这个地方，
大家可以观察一下，如果发现这2个地方出现片状充血或者是红色斑点，那按压之后呢，就会变成苍白色，这也是肝脏硬化的信号。那如果这2种异常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肝脏还算健康。但最爱的2种食物是养肝王，经常吃，肝脏一天比一天好。第一种，菜花。菜花是生活中常吃的蔬菜，又叫花椰菜。菜花的营养一般比蔬菜丰富，其中富含食物纤维、维生素、蛋白质以及多种矿物质，尤其含有的维生素 C 可以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，提高机体的免疫力。经常吃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第二种，桑葚。桑葚是一种天然的水果，而且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还有多种有机酸、糖和矿物质，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用来泡水喝。经常吃桑葚能滋补肝肾，清除肝脏毒素，对养肝护肝也有一定的帮助。很多女性会发现自己刚过30岁就开始衰老了，而且看起来一点精神都没有，其实可能是这些习惯害的，希望你尽早改正。睡觉时带妆。每天出门前，女性朋友都会化上美美的妆，但是晚上回到家，有的是因为太懒，有的是因为回家太晚就带妆睡觉了。如果这样长期不卸妆，很容易使毛孔堵塞，皮肤得不到很好的呼吸，时间长了就会变得毛孔粗大，皮肤暗黄，加速人衰老。一旦不化妆，就让人显老10岁。带气入睡，女性朋友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带气睡觉。因为生气会让人心跳加速，影响睡眠质量，长期这样也会使人加速衰老，皮肤变得越来越差。所以睡觉前，女性朋友要学会放松，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，这样对睡眠有帮助。睡觉前玩手机，现在的人几乎是手机不离手的，睡觉前也要玩很长时间。其实手机是有一定辐射性的，如果长时间玩手机，手机辐射会伤害脸部皮肤，使人出现毛孔粗大、黑眼圈、皮肤粗糙等情况，而且对眼睛的伤害也很大，尤其是那些熬夜玩手机的人，也会导致人快速衰老。所以女性朋友如果不想衰老太快，上面这3个坏习惯就不要有了。平时多注意护肤，可以多练练瑜伽，平时多喝水，这样对延缓衰老有帮助。高血压在中老年群体中非常常见，高血压的危害很大，可以说是长寿路上的绊脚石，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做好保健工作。若能做好下面这3件事，有助控制好血压。第一件事，调节好情绪。个人情绪对血压有很大影响，如果本身血压比较高，再出现起伏比较大的情绪，比如过于兴奋或者是生气，都会使血压上升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有高血压的朋友，平时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，避免情绪波动大。第二件事，调整好饮食。血压高的人最好少吃盐，如果盐摄入过多，也会引起血压升高。除了我们经常吃到的调味料食盐外，还有一些含盐分比较多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，这样对控制血压有帮助。第3件事，按时服用降压药。有高血压的人千万不要停降压药，要长期坚持服用，这样才能控制好血压。即使血压稳定了，也不能够擅自停药，要听从医生的建议，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。除了要做好上面这3件事外，平时还要少烟少酒，适量的运动，多测量自己的血压。只有这些都做到了，那么血压也不敢造反了。季节一变化，或者是天气一凉，很多人都会有关节疼痛的情况，对生活产生影响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缓解关节疼痛，有利于关节健康。那这个方法就是可以用宣木瓜和车前草煮水喝。宣木瓜被誉为植物黄金，有舒筋活络、祛风化湿的作用。车前草也叫做车轱辘草，夏天在草地很常见。车前草有利水通淋、止咳平喘的作用。大家可以用8克的宣木瓜、4克的车前草放在锅中煮水喝，煮15到20分钟。没事的时候喝一些，有很好的祛湿散寒的作用，能够帮助改善关节疼痛。希望我们每天都要喝水，虽然说多喝水对身体有好处，但也不是随便喝喝就可以了。喝水也是有讲究的，3个时间最好别喝，不然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睡觉之前大量喝水。很多人晚饭吃得比较晚，吃完之后容易喝很多水，然后就洗洗睡觉了。晚上喝
太多的水很容易加重肾脏负担，而且还容易使人频繁起夜，影响睡眠质量，同时还会造成水肿的情况，所以大家最好不要这样做。不过适当少喝一点还是有好处的。剧烈运动后喝大量水，因为剧烈运动之后身体会出很多汗，这时很多人就容易感觉到渴，然后喝大量的水，这样很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，对心脏健康不利。所以剧烈运动完之后10分钟再喝少量的水是最好的。饭后喝大量的水，很多人吃完饭后马上就会来一大杯水，这样很容易降低肠胃的消化和吸收功能，使人出现消化不良、腹泻等症状。所以大家吃完饭后尽量先不要喝水，可以半小时以后再喝。喝水是免费的长寿药，如果喝对了，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。那上面这3个错误，希望你尽量避免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